大家好，我是知心，这里是善之源，以口传善，知性传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位奇人魏玉的故事。魏玉，字铁山，号袍公、龙藏居士等，他来自浙江山阴。1885年，他考中了举人，并在两广总督谭中林的府上做过文案。后来他去了北京，并在1906年搬到了天津。辛亥革命后，他选择了隐居，并在1927年去世。魏玉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，他的学识非常广博，他不仅精通唐朝中晚期的诗歌、宋明时期的文学和各种艺术，而且擅长各种音乐风格，包括拟声、长短调和南北曲。此外，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，他的书法风格仿效北魏时期的字体，能够以极小的字体书写，如同半粒黍米那么大。无论是大小篆、皱纹、隶书、钟鼎文，他都能熟练地运用。他的书法作品在京津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，甚至有时与当时的徽派宗师李瑞卿齐名。如此有才气之人，为人也是十分有趣。魏玉十分健谈，喜好饮酒，对于占卜杂技无不通晓，还擅长弹古筝、琵琶、拉胡琴、吹笛子，会唱昆曲等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个武林高手。民国时期，北洋政要曹汝霖与魏玉是好朋友，他们经常在一家叫菜根香的酒肆里对饮。曹汝霖父亲去世后，曹汝霖曾请魏玉为父亲写墓志铭。在曹汝霖的回忆录《一生》中，他记述了他与魏玉的交往。曹汝霖对魏玉的评价非常高，他认为魏玉能文能武，技术功夫一针上乘，一其人也。这位魏玉是一位武林高手，年轻的时候，他和父亲一起游历了广东和广西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位艺人，这位艺人教给他拳法，因此他的武艺非常高强，10几岁的时候就以拳术闻名，并且他非常喜欢帮助别人，他最擅长的是七节鞭和壁虎功。在广东金田的时候，他因为能轻松地跳上2丈高的楼，现代市制1丈约为3.33米，台湾1台丈约为3.03米，那这位玉可厉害了，至少可跳高约6米以上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被当地的豪客奉为首领。这位魏玉其实还是一位孝子。有一天，他在市井中帮人打架，结果被人告到他父亲那里。他的父亲非常生气，严厉地责骂他。魏玉在父亲面前跪下，自断一指，并发誓不再任性妄为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读书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1882年，他从两广返回浙江，准备参加秋试。那时他的岳父陈禄生在湖州驻守，所以魏玉去探望他。湖州郡有一个叫广文的人，他很擅长面相，陈禄生就请他看看女婿的文章，并给女婿相面，看他是否能考中。广文看完后说，魏玉的面相不如他的文章，他需要防止有飞来横祸，并且要收敛个性。至于科举，他认为魏玉没有希望。果然，那年的秋试，魏玉没有考中。失望之下的魏玉只好再次回到南方，这次他来到了桂林。在桂林的时候，他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，经常喝酒解闷。有一个姓戚的老妇人看不惯魏玉，经常把他的坏处告诉别人，这让魏玉非常生气。有一天，他带着火药，趁着夜色前往老妇人家，打算把他家的房子烧掉。戚老妇人的家位于江边，周围的邻居都是用木板搭建的贫穷的家庭。魏玉看到这一切后感叹道，虽然我对老妇人有怨气，但是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不能让他们因此受到牵连。然而，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他还是决定亲自去告诉戚老夫人他原本的打算。
他敲开了七老妇人的门，让她看到他手中的火药，并告诉他原本打算烧掉他的房子，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。七老妇人听后非常惭愧，并当场向他道歉。于是这件事就此结束了。1885年，魏玉再次回到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，恰好广文送考生来到杭州，再次给魏玉相面。广文看到魏玉的面相已经改变，惊讶地告诉魏玉，他不仅横祸消除，而且将会中举。他问魏玉做了什么善事，魏玉就把他一念之间决定不烧贫户房子的事告诉了广文。广文听完叹了一口气说，这一念保全了不少生命，你的命才改变的呀。后来魏玉果然中了举人，他从此后也开始收敛张扬的个性，活到60多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只在一念之间。魏玉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他的一念之善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让他从一个放浪形骸的人变成了一个有名望的人。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想清楚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的一念之善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温暖人心的故事，请订阅加分享，让知心和你一起温暖人间。我们下期再会。